滩鲤鱼港，低调地隐身在潮境公园及海科馆的中间，是基隆市6个渔港之一。八斗子曾经是基隆的一个离岛，岛与陆地之间是一个狭长的水道，称为长潭。1937年，日本人在这里填海造陆，让八斗子岛变成八斗子半岛，兴建北部火力发电厂，而长滩鲤鱼港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电厂的取水口。长滩鲤鱼港属于第2类渔港，港口大多停泊50吨以下的渔船，在沿海作业，当天往返。横跨长滩鲤鱼港船只航道上方的是守护渔港出入口的平浪桥。港湾里的渔船从桥下长方形门进出，船出航向暮色中的大海，船入回到宁静的家。走过龙骨桥就可以来到长潭渔村社区。长潭里渔民建立自己的村落，50年来居民从数户增长到现在大约130户。长潭是因海沟受南北丘陵夹挤而形成一狭长带状水域而得名。长潭的尾端东侧则是台湾不多见的海史平台。潮境公园是基隆市的新兴景点，每到了假日，游客总是络绎不绝。因为整座公园里生态丰富，风景秀丽，潮间带丰富的生态是亲子假日游憩、学童户外教学的好去处。潮境公园位在八斗子半岛东侧，临近望海巷海湾，可以眺望九份以及基隆山，是东北角的人气景点之一。公园里设有停车场、大草皮、鱼群雕塑、脚踏车道、溜滑梯、景观座椅、沙池，以及网美热门的拍点飞天扫把，是一个让民众可以散步、谈心、观海、听海涛声的好地方。潮境指的是寒暖两潮流的混合区，而这里是太平洋的黑潮与清潮的海水混合处，浮游生物滋生，吸引洄游鱼类聚集成为渔场，所以吸引许多钓客。台湾水准原点，海拔高度是从海平面位置起算的高程，但海水面受到潮汐、风浪等因素影响而变动，所以在测量实务上就设立了一个基准点代替。台湾水准原点是北滨公路的新景点。荣轩步道的观景台是最近摄影人的热门拍点，全长只有400公尺，步行不用10分钟就可以轻松攻顶。360度的观景平台视野非常好，是可以眺望八斗子全景的秘境。长滩鲤鱼港旁的潮间带是完整的海史平台，
从平浪桥旁边的楼梯往下走就可以到达。潮间带是指地球上海陆交接的地带，是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区域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涨潮时被海水淹没，退潮时露出海面的地方。潮间带特殊的环境，孕育着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，而无论是涨潮或退潮，海岸生物总是生活在危险之中。所以生存在这里的生物就必须要有独特的生存法宝。它们有的有2个硬壳能保存住海水，有的能潜入沙中避暑。坚韧的生命与高度的适应力，让这些生物在潮水涨落之间依然生生不息。望海巷渔港属于第2类渔港，是基隆最南端的渔港。从长滩里渔港往瑞芳的方向，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近期刚完工，长约150公尺的望海巷跨海景观桥，就在望海巷渔港的正上方。跨海景观桥为了抵抗海边的气候以及降低对渔船进出的影响，桥体以钢构为主，搭配视觉穿透的栏杆设计，让滨海廊带的海景一览无遗，是基隆最北最吸睛的步道。望海巷渔港也是基隆中元祭每年放水灯的地方。深夜12点，在海滨释放点燃的水灯头漂流到海上，为水上的孤魂照路，招引到岛上共享普渡，是中元节非常受到关注的民俗活动。喜欢渔港文化的朋友，记得订阅。